哇，这碗里面有青蒜啊，这碗里面有豆腐嘞。哇，这面也太 Q 了吧！啊，好好喝哦。彭于晏在澎湖。长空公司7152班次。我们时尚玩家才1年多，已经来自第3次了。我跟你讲，对啊，我第2来。怎么可能？真的没来过。是你很喜欢玩水吗？还没来过，第1次踏上澎湖的土地。请问这一集是你房子有冠名赞助吗？跟我讲说这一集拍了好多店家都是好像第1次来澎湖的人一定要来，对不对？是为我量身定做了一集，不小心帮你量身定做了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先上车，因为民宿的车子已经来接我们了。因为澎湖现在民宿很多，但是他们的民宿其实服务非常好，就是也是为了你的，就是一个服务。你不管怎么租车，你要找景点、吃餐厅，其实大家都会来看。那我们可以去看看。来自澎湖的人。太熟了。这澎湖会接到吗？对，这就是还没出去。但是我觉得房子来这边有一个很开心的地方，因为澎湖的海鲜很好吃，他很喜欢吃海鲜，所以超爱海鲜。对，我们今天打算让你没日没夜的吃海鲜，海鲜吃到爆，让你吃到爆裂。那海鲜，澎湖有自己独特的海产吗？有啊，有小馆啊，这边有养殖的跟野生的，当地人会吃野生的海鲜。先从野生的开始讲吧。野生的这几年比较有名的是普多鱼啊，普多鱼，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特有的海菜啊，我其实蛮喜欢吃海菜，或是花枝类的产品，还有贝类耶。还有什么仙人掌？对。哎，你有订播客哎，讨厌的，他刚那个推的也真的没错。你没有来过澎湖，所以你一定得吃一些仙人掌冰。真的，水龙头打开都是仙人掌汁啦。所以这次我们网罗了，就是夏天来之前，就是可以第1次来澎湖的人，第1次来澎湖的人一定要来的店家。必踩，有过为什么？这大只，对，才100块一只，我觉得很划算，而且帮你烤，真的。就直接从中间咬下去。花生味非常浓郁。用自己有用澎湖当地的花生才能香气。它的特性就是纯香。这是什么？长得很像海胆，所以它叫尾海胆，尾海胆。假是假，但是它是真海鲜。就是那个干蛋后面，然后旁边再配我们刚刚有吃的那个炖得很软嫩的牛1、2、3、4、5、6、7，加个蛋，天草也厉害，你看。不输给那个关西的哦，真的。哦，这个我建议自己拔最好，因为它这个熟度是用焖的，就延续这种感觉。你刚刚好那个手上残留的任何里面的汤汁什么都自己吸对。在你看过这么多澎湖的路人和路之后，我们终于要带你到澎湖的你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期待耶！而且盛哥的民宿听说地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是不是离机场很近，对不对？跟市区都很近。对，是机场10分钟，市区15分钟。哦我们离山水沙滩1分钟就到了。天哪，真的是闹中取静哎，哇，好漂亮哦！超美的，这不是他们都只有在旅游频道才看得到的吗？对，哇，这真的是度假感十足哎，希腊风格，对啊，对不对？这就是那种国外有没有才有这种够大的腹地？赞！这个房子怎么可以白成这样子啊！我的天哪，好漂亮哦！好，这边就是大家晚上可以休游戏的地方，是那个。哎，这晚上可以看星星吧？对。哦，这里星星很多吗？可以躺在那个躺椅上面看星星。真的。太棒了！房间，可以看我们的房间吗？谢谢。我们现在要看第一间，对，我们先看第一间。这里整层总共有几层啊？3个楼层。对啊，你们是不是在喘了？是有人在喘了？啊？哎，里面请。哇，
厅，有客厅的，吧台，还有吧台，吧台有客厅，聊天看书，两边配置是一样的吗？有一点不同。对他自己有，他自己有两台。没有，这个应该跟隔壁是通的。通的，你说这个是？这个是跟隔壁通的吧？对，通的。哎呦，哇，这很适合朋友或者是家庭来。对。对，然后可以小朋友住一间，对，然后爸妈住一间，很像在探险这样子。或是想把小朋友丢包，就叫他们全部自己住一间就好。但也大人在客厅这样，只是在隔壁而已，就是还是可以看管得到。可以再看一间吗？可以也是朋友的，男女朋友的，男女朋友的方式是不是比较适合男女？哦，不是哦。因为一间我是度蜜月用的。男女朋友啊，是男女朋友啊，对不对？这就换我了吧？怎么？我可以站第一个看吗？这个让我看一下吧。我们两个比较有机会在住这间，而且我绝对不会现在老板娘开门我就关起来，这样很奇怪。不敢哦，不敢哦。哦，哎，其实它有一个4楼中楼的哎，这个叫180度的天哪！落地窗。等一下，是当自己家了，一进来东西就可以先丢着啊，衣服不就先脱掉？是。高有2楼。对啊。哦。这是龙家俊他们家的地方哎。哦，真的，我从楼上看下来，等我一下，这个至少有6、7米哦，我觉得。来了。天哪！是度蜜月的床，真的是度蜜月的床哎。天哪！就是自己。不是，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摄影师他新婚，是不是？好不好？还有天窗，真的很棒，设计面面俱到。就是情人就可以躺在这边抬头看星星，直接看星星，然后白天的时候可以晒一下。真的，我觉得它这个整个我们刚从外观到现在里面，你会发现其实都有一些巧思。对。因为有刚我们走进来那个大厅，它不是郑哥说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天窗的一个东西。对。我想问一下。刚你不是说这附近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有个什么秘境之类的沙滩之类，很近对。山水沙滩。骑车去的吗？骑车就可以到，1、2分钟就到了。我现在有空，我现在带你们过去。好。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们要去海边，而且超级近的哦，山水海滩。其实澎湖还蛮多这种沙滩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沙滩，感觉就是这条路到底就到了。刚外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标识，对啊，所以如果不是老板带我们真的不会。得要花点时间。感觉越来越开阔，真的是有海风的感觉。舒服，真的舒服。要用走的了，刚走了，不用。这里跟小琉球不一样，小琉球最怕就是钥匙被拿走了。对。它是看沙滩还是我们可以踩在沙滩上？看沙滩哦。30公尺高，30高。我以为是30啊，我也以为是30。但那边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来澎湖爬的每一个楼梯都是值得的，没有白费任何一个膝关节。哦，这里这样就有美，真的有美。哦，赞！另外一个角度。哇，我这一张还有拍到运输机，水算很干净，而且这样看感觉沙蛮细的哈。民宿看完了饿不饿啊？超饿。但是我跟你讲，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帮大文介绍帅哥，我跟你讲啊，因为房也是单身，对，有没有？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来到澎湖要找一个单身的，然后又帅，然后也是天菜，又有肌肉，才适合他这种运动的嘛。而且又是国际巨星，英文又好，
都可以沟通。哦，都可以沟通符合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一个很有名的，你知道谁吗？谁？彭于晏。彭于晏现在在澎湖。对，你知道同名同姓有很多人吗？我来先补。百战百胜以前不是个刘德华吗？该不会像南港刘德华这种感觉吧？跟我开个玩笑啦。但是那家店是真的叫彭于晏的，他自己也是因为来澎湖要吃海鲜嘛，那所以我们第一站就先带那个房去吃个海鲜，这样就是有基本的。这个在澎湖的海鲜餐厅，大部分都是使用澎湖在地的海鲜，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哎，就是你最想要吃的，你最想要吃的海鲜吃到爆，海鲜吃到爆，活力来了，走。等一下，他是什么意思？这是怎样？你不能因为在澎湖，你就叫彭于晏嘛？好吧，比不到真的彭于晏，但我们也洗了一堆肌肉界的彭于晏的海鲜。我看到这个武力展示，我觉得厉害。这个就是澎湖明虾，对不对？对吧？好漂亮哦！那个菠萝在台北看到的都超小，这上去哎，超新鲜的，它超大一个。这个要最近这个季节才有。现在这个有洗就是最好的，天气好转，他们要去比，他们浮潜要去抓的时候才看得到。哦，这是浮潜抓的。你们都挑最好的、最大颗的给你们。耶！谢谢彭于晏，他坐下，他坐下。生日不是过很久了吗？我跟今天怎么这么丰盛？我们现在是为了庆祝房思雨小姐第一次到澎湖，对，太开心了！把澎湖当季所有的在海里面可以吃到的美味佳肴都已经放在桌上。而且刚刚老板随便算算，你知道这桌要，但是再怎么样都是比在台北吃便宜，至少等于算打7折左右的价格，对，应该是南华2/3的价格。对，刚好我对面就是那只战车啦，因为我也是一直看。毕竟上次吃到这么大只的战车，应该是蛮久以前的事情。最近这季节才有啊。对。哦。这只大概1.5公斤左右。那更少。然后我战车，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要吃至少1.5公斤以上的才好吃。才好吃，对。可能要多吃几块才口感才会讲。是吧？是吧？哇，那一堆夹了快没了，太棒了！好久没看到这么好吃，整个闪闪发光哎！哇，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我在海里游泳哦，真的好好吃哦！你可能会以为说，哎，可能是因为你到了那个当地，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美丽的滤镜加成它，没有，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是非常真实的，真的，它就是很鲜。刚刚那块太小块了，口感可能要再多，来不及讲就没了，再吃一块大块一点，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扰啦。再吃一块大块一点。不要跺脚，怎么这样子？这个有感觉，更有感觉。真的吗？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那虾肉有一种独特的那个，有生熟的那种脆度，你知道吗？多像那个浓缩的那个一整只虾的味道在你嘴巴里面，像胶囊一样爆开那种感觉，那种甜味。那我们接下来要吃哪一个好？最远的那个。最远的那个，就我喜欢。围成圈在叫我的那个。这个吧。压一下，你看，好 Q 哦。它就这样。拉出哦，像它这个非常的甜，非常的甜。脆脆的，有点像公螺，可是比它嫩很多，然后又没有那么硬，然后那个螺的甜味，好甜哦。它这个又跟我之前在介绍白虾的时候一样，你要慢慢嚼，对吧？那个。好，谢谢。前辈。好，好了。好。好。闻到香味。而且真的好吃的明虾真的会非常好吃。那个虾，它是把那个虾的鲜味都逼出来了。这个我建议自己拔最好，因为它这个熟度是用焖的，就延续这种感觉。你刚刚好那个手上残留的任何里面的汤汁什么都自己吸最好，我觉得是吧，老板？是没有错。这个最好自己拔，对不对？自己拔，这样子是最好吃的。很脆，好吃哦。那个很夸张哎。好吃哦。这一定要到产地来吃的，对不对？产地直送。你接下来想吃哪一道？哎，明虾是我还没讲到。明虾。讲的啦。或者是讲的。随时监视你。我看还有几个人，剩7个人，我想多吃都没办法。紧张，一度情况很紧张。然后这一道菜是澎湖的斗卡。哦，它走了那个初一15大潮汐的时候，
比较会有，然后那阿婆他们都会拿一支叉子去插，如果插到的时候，它会喷水出来。对，它长得有点像海瓜子，对，蛮像的，蛮像的。可是你看它，但是这个海瓜子，如果是条海瓜子，你看它这个跟汤匙一样大，肥了，哇，好吃。好肥哦！你不觉得澎湖的海鲜比例尺都有点不太正常？都是巨婴，都是巨婴吗？都是巨婴，没那么大，颠覆了你平常的那个度。对海鲜想象。那很多人都说澎湖的海鲜特别好吃，对，大概知道为什么？像澎湖四周围的海水的咸度比台湾的咸度大概多快1度出来。对，所以自然而然的话，你本身它有一点咸分了，然后它搭上它的甜，哇，吃起来就会很有感觉。我们听说这是澎湖的3金之一，对不对？对。这个土托鱼，然后我们腌味噌的方式，然后这一尾土托鱼大概20公斤左右。它大概什么时候最好吃？大概落在11月，冬天的11月到2月中那边。天气越冷的时候，它够肥才越好吃。哦，这一块油脂更多，对不对？这一块我刚想说给他们这边，我吃这边。可以。是那个鱼筋烧的那个味道，甜甜的，然后你觉得很嫩，就是勾扎比啊。勾扎比。但是它这个因为鱼很好，所以它不需要下超级多的那个味噌味道。过重你就吃不到本身那个鱼的甜味道。那这都不错，我觉得其实来澎湖可以来这边找一下鱼宴，好不好？对，找一下鱼宴，鱼他会跟你好好了解一下这样。找鱼宴对。对。号称澎湖宴。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来澎湖一定会来的一站，必吃的甜点是吗？因为大家一定都会先到这个仙草。不管你是不是来，你走错路了，那个仙草冰是不是又在转角？你一直推我到一个。你走错路了，在那边。走错路，我们要坐车去。没有，我们走路。太饱了。那一家真的是有名到，你不管是第一次来，对，或者是你每一次来，或者是你来拍摄，你没拍摄。反正有空档，甜点的首选也是算那一家了。而且你随时经过，他都在排队。真的。好香哦！它是一个干派的泡面，然后旁边再配我们刚刚有吃的那个炖得很软嫩的牛1、2、3、4、5、6、7，加个蛋。我们肉上面那个全面。那我们现在是在牛肉面店，对，那我们现在吃炒水。没有，我们走路。太饱了。那一家真的是有名到，你不管是第一次来，对，或者是你每一次来，或者是你来拍摄，你没拍摄，反正有空档，甜点的首选也是算那一家了。而且你随时经过，他都在排队。真的，有啦，现在是因为太早。如果那个晚一点，或是夏天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整条，你就会看到周边都是人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花火节来的时候，真的不夸张。你记不记得我们经过这边是这样？是，它会超过这条黄线。超多人的。我想要吃那个，串冰那个是冰是也是那个仙草那个，对，有一个那个仙草那个冰嘛，仙草的冰。那我要那个，我想吃串冰那个。串冰的，好，那我们叫一个那个玉 Q 那个仙草冻，那有什么问题？对。然后它有一个还不错的，就是它有可以加奶茶里面的仙草。哦，奶茶这也是蛮酷的。有仙草冻加这个好像不错。对，我们也试试看这个。一个要在里面吃，硬要吃。我要坐在这边吃，可以吗？不要坐门口。也可以吧。好，谢谢。我自己搬了。强人所难。我自己搬了。好。这就是我上次印象很深刻的，剉冰的冰体是像雪花冰是牛奶，它这是用仙草做的。就是仙草冰啊，虽然是雪花冰，但是还是可以吃到那个仙草很实在的味道。对，因为之前我们一般的雪花冰是牛奶去做，然后味道会有点奶水味道，它这个是舌尖现在留那个仙草回甘那个味道。对。还有仙人掌，对，不好意思，可以。哦，这是仙人掌 QQ， 应该是吧？哦，它有不同种的 QQ， 我猜的是仙人掌，仙人掌 QQ， 然后还有那个像西米露的这种小的。这仙草也厉害，不输给那个关西的哦，真的哦。超级甜的不化学，它可以透过牙齿缝穿过去的那种感觉，口感。老板说他是一天熬这个要熬3个小时，我相信。然后这是刚刚我们遇到的客人点的，然后
有地瓜圆跟芋圆，然后还有仙草冻。它的圆好像也蛮值得一吃的。综合的啊。好，有哎。它是配角，但是也不失水准。是那种得奖型配角。对。哦。另外我还点了一个大家必买的饮料，有珍珠，然后有仙草冻的奶茶。哇，这个如果你没有时间再坐在那边吃，带着这杯也是很厉害的。这个不要。你带着这杯也是很满足，很满足，没有比这里两个差好。没有，一只手可以吃啊。一只手可以吃。哎，陈，房子不知道，我现在要带他去吃牛肉面，在民宿附近。对，因为他其实这一家是开在我们的民宿附近，然后大家其实比较少到澎湖来吃牛肉面。对，但是其实澎湖有几家牛肉面是有名的，你看这一家好像就是老板，他是小时候家里煮的牛肉面很好吃，就跟亲戚学了一个这个配方这样。对，然后网络也蛮多人推的这样。到了，我们要带你来吃一个在民宿附近的牛肉面。因为其实澎湖有蛮多牛肉面，也是有名的，但比较那种外省口味。有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牛肉面的那个射程范围，因为我们站在这边是已经闻到它的，闻到它的那个汤头的香味了。为什么澎湖的牛肉面是是都比较那种外省老兵的味道，是不是？还是什么？红烧啊，还是清炖？还是偏红烧，比较偏红烧的哦。那有什么推的？推的三宝为主，牛三宝，我们以牛三宝为主。而且我发现这个肉燥饭好像蛮酷的，因为它里面居然有鱼松啊卤蛋是一个 set 哎，还有牛肉干泡面，对，牛肉干泡面哎，谢谢。然后有一些小菜自己。好，来，提个小菜。好，谢谢。第一次吃到牛三宝是没有牛筋，半筋半肉加牛腩，然后加牛肚的，比较少见。它其实它的牛杂处理得很漂亮哎。是。来了，这是什么？哇！这是鱼皮汤的。鱼皮汤是什么？也有丝木鱼皮。这个半筋半肉很平均哎。对，很漂亮，很平均的。我觉得算是在澎湖蛮有记忆的牛肉面了，真的哦。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夹这一块，是因为它马上化开来了。化开。对。你最近听它声音，你在我嘴巴里化开了。有。它虽然说偏红烧，可是你不觉得它是酱油味或豆瓣酱味很重的那一种？它是真的有点像那种比较中药味重的那一种。然后这个是刚刚说的那个泡面的，是泡面的，是认真泡面。这也太大碗了吧？对，它好大碗，它就是一个干拌的泡面，然后旁边再配我们刚刚有吃的那个炖得很软嫩的牛1、2、3、4、5、6、7，加一个蛋。统一肉燥面还是科学面？都不是，那味道是统一肉燥面的味道那个是老板娘的看不出来。味丹的哦。然后刚刚老板娘跟我们推荐了一个，她说：“你们要不要吃小鱼干这样子？”对啊，小鱼干拿来是瘦肉鱼，但其实好像就是沙丁，可能是丁香那一系，对，就是它不是整只那种有头有尾的，它是一片一片片下来的。偏那种一夜干的那种口感，还是有里面有点水分的，有点像小鱼干炒辣椒那种啊，有点豆豉，对，还有甜甜的感觉。这个如果喜欢喝酒的，香辣，你会很爱。这个也要吃一下。你的好像来都没有特别好，吃一下这个小卷。对。哦。三明治也是有。
那我喜欢看酱，或者瓦萨比，这样也蛮好吃的。盐哦，就是滑顺的，对，蛮妙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牛肉面店，对，然后我们现在吃小卷，不愧是澎湖的这种概念，到处都有小卷。对 ，everywhere。以为收工了，但是炒饭是一夫之谈，因为这其实是老板娘。我问他说他们炒饭卖得很好，我喜欢吃炒饭。那它这个真的是这样一粒一粒之外，你看这个蛋有没有够焦香，不是那种老的哦。老板娘，这炒饭要写在招牌上面呐，真的很好吃。对，这个跟牛肉面嫌弃齐名，这个厉害。你是被牛肉面耽误的炒饭老板。这里的早餐真的非常有澎湖的特色。我们一早就给我们海鲜面线，然后还有一盘水果被我吃掉了，跟黑糖糕，做干贝酱，对，给我吃掉，满满的澎湖特色，不得了！老板娘真的是非常的有心。食纵玩家凤凰总部不是一个寻找美食的节目吗？为什么到现在开始我们变成寻找伙伴呢？约好这家店，但没有在这边出现。打给他好了。喂，一个。哎，大文，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吃那个仙人掌冰沙，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啊。转角的地方啊，好好吃。是吗？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好吃。是啊，可不可以让我吃？跳舞哦。我们食纵玩家不是寻找美食什么？我到现在每一趴都在寻找我的伙伴。不是一哥，哎，房子第一次来，对，他本来就已经说他想要吃仙人掌冰了，对，必吃。我昨天私底下已经买给你们吃过了，不是？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吃呢？它上面有冰淇淋。哦，有冰淇淋。冰淇淋还没吃过吗？是冰沙，对，这是混合的，不一样。他需要知道更多。明明要录影，我现在不录了，我也想要点个，你就点嘛，就点。来这里的话，一定要吃仙人掌。真的。这套衣服你穿白色的对不对？这套衣服是绝对洗得起来。真的假？我不信，来。马上试试看。我开玩笑，试一下。而且很多明星来拍过哎哦。有。真的，我喜欢吃那种冰沙类的。仙人掌冰沙。好啊，就直接这个就好了，我不要冰淇淋。你吃看看。吃超大。每一家都不一样，我是自己研发。它看起来很像火龙果，可是其实完全不像，味道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很适合，就是在这种天气，就是酸甜的这种感觉，超级清爽，刚好，我可以接受，不是很甜的那种。所以一哥你来找我们，对啊，要干嘛？我们是要录那一家，但是现在这样吃下去还要录吗？这个老板是不是在等人跑了？而且他今天有来，因为我刚看到他了。你跟老板长得跟海报一样是怎么回事？你等一下找，我一定马上找到。老板是会这样拍手，像海报一样。我很好奇，你刚刚去哪里啊？对啊。不好意思。你确定你不是吃臭豆腐哈？没有。哦。你们开100年了？对，我爷爷到现在，努力的传承100年的。100年。这样子是几代了？第3代。哦，第3代。住棚也太好了吧？屋宇。你跟老板长得跟海报一样是怎么回事？你等一下找，我一定马上找到。老板是会这样拍手，像海报一样。哎，等一下，真的长得跟海报一样耶！不是这海报，老板是真的长得跟他背后的海报一模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是要来你这边吃海鲜，对不对？你有什么厉害的要推荐给我们？其实我们是从水产做30几年，才来碰餐饮。就是你以消费者来说，我直接拿海鲜给你，你要是觉得你怎么知道？你只知道它鲜不鲜，你并不知道它好不好吃。对。但是我先让你吃到了，再打回水产公司。你买完，你一定会想说带回去跟家里人分享。真的要吃吃看，要不然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相信你说的话，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比较不信任别人的人。这就是老板给你的下马威，这个太厉害了吧！
升值了。真的，先吃这个好不好？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刚刚水水的。有，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他最爱的就是国木鱼丸，所以我会代替他吃很多国木鱼丸。老板，你可以直接开诚布公的告诉我们这一碗到底有多少种海鲜吗？因为我又发现的配料有9种哦，然后你再选主题，例如加龙虾，那我们这一碗里面就10种海鲜，基底就有9种，里面还有鱼片哎。对，这个面线的鲜度跟一般只有放小卷差很多。对，而且它的面线的粗细不一样。这种面线我们会请手工师傅拉的特别细。我刚真的觉得9种这个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因为每一口你都可以知道不同的海鲜，太 Q 了，真的是太 Q 嫩了。对啊，太新鲜了。没有叉子我实在用不出来。它直接用不够再叫厨房。我们就等这句话。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龙虾够新鲜，才那么 Q 弹。帮你吃，因为你是对，第一次来。不好意思哦，第一次的，你知道，让我享受一下。不错，这肉真的很厚实哎。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青壳，对。那这澎湖海鲜好像比其他地方的海鲜更浓缩、更精华。因为我们澎湖海水就常年少雨，没有河流，然后又有日本上面2条洋流下来，所以我们的海水就比其他地方更咸。我光看到另外一盘，我其实也觉得蛮不开心的，就是说住澎也太好了吧？我们一般吃炒饭，也就是肉丝炒饭，或是顶多个虾仁炒饭，这上面一粒一粒的，这一粒一粒黄黄的，那个乌鱼子，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白色的，不是白饭哦，那个不是白饭，白饭上面圆圆的，还有一个，不要看了，我要把它吃掉。一个那个是飞鱼，哎呦，会有不同的层次感，对。而且最新鲜的海鲜其实就不要过多的调味，对，厉害，真的厉害。对，这是什么？它长得很像海胆，这个它叫尾海胆。尾海胆，对，它是假，但是它是真海鲜。哦。像你白色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花枝块。对，它是用我们花枝丸的原料，花枝浆，然后再用我们澎湖的特产，就是你们刚吃的面线，去裹在上面去炸出来。其实你会想象它是另外一种的面包粉，就是更细的那种面粉香的那种比较好的那种面包粉。而且其实它放了一阵子，我觉得还蛮好吃。它的意义蛮大的。我们现在都鼓励海洋泳季啊。我来澎湖就是要吃海胆，可是澎湖哪有那么多海胆？对不对？人才1颗就完了，那是不是取代了海胆？我们不要让海胆整个灭绝。OK， 也是保护水产的一种爱来的。哦，那这个我会适合。我觉得这盘要不要来试一下？这个我好特别，我刚刚一直看。我们的香肠3种口味全部都是有海鲜的。你是说我们今天不管吃什么都离不开海鲜？那这个是什么口味？这个是花枝，我们的新产品。我可以知道老板的花枝真的很多啦，就这样子塞满满，不留一点余地。对啊，整个都是花枝块，有虾子吧？有虾吧？对啊，花枝跟虾。对啊。一个来讲是哪一个？这2个啊，因为老板说他的丁香鱼。丁香鱼。它是丁香鱼的爪头哎，它的头跟骨头都是硬的，但是所以你们不会。这刚刚好。我们这个是整个都软的。对，没有，是它本身它鱼的骨头就是软。因为有时候会吃到那种炸得很干很酥，好像已经很硬，就当零食，可是这是可以吃到肉。而且完全没有腥味。对啊，因为有一些那个鱼干真的会有一点腥味那种感觉，这个不会，完全不会。那老板，这些东西在这边都可以。我们吃完就吃回台湾就会想念的时候怎么办？吃不到。我们在马公市区有2间水产门市，所以来这边吃饭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的，你问老板就是这边有卖的话，可以绕过去看看，带回台湾这样。这是我们刚刚我拿了飞鱼丸的，第一个吃的那个，你要吗？我觉得这蛮特别。虾饼啊，你家有气炸锅或是平底锅干煎就很好吃。啊，我要小卷，我要小卷。我也要拿花枝丸，这个推进就可以了。不用再煮，不能哦，这个不错哎。我们没有在竞赛，因为
我赢不了你。我们在挑我们用不到的，心里面总是不想要有些遗憾。别计划练到。哦，那老板，这个退冰就可以吃，直接退冰可以吃，直接退冰就可以吃。可是那边有大只一点的，还有在这个平常大家聚会就可以吃。对啊，可以啊。对，这个。啊，我有一只那个大只的。大只的，像你刚才买的小只的，也有人会拿整只小咬。哦，干杯的意思。哎，整只脚咬，对，整只的小。太开心了吧？哎，面线你们要不要？我要。对啊，我都喜欢头足类的东西。天哪，这是主妇的天堂。对，这走不出去耶。像这种海菜啊，你们只要退冰，汤加口油，就很棒的一个海鲜。这就是刚刚你说的煎蛋也可以。可以煎蛋。对，而且它那种鱼饺子哦，日本都会从澎湖收购很多海菜。好，买。所以你回去还可以用订的啦。对，买不够吃不够，比如说我们后面 QR code 各组。好的，耶，好，我们要来结账了。哇。对啊，又回到熟悉的感觉了。对。每次只要大文要买名产，或者是大家买名产，就变我开车。对，而且像房子，你一定很想要带一些伴手礼回去，对不对？对啊，告诉你，这里有一家厉害的100年老店。我们刚开了一段，已经离开市区嘞。你说的没错，大家找一下，我们也还在努力中。我也在努力。我们离开市区很远，你要带我去哪里？哎，感觉要到了啦。应该就在前面。有没有这个醒目底红字？三台饼铺哦。哎，这个地方超级像那种工业区的仓库。对啊，够不够味？这后面四合院才隔壁，它的那个饼还是用画的，对，就是像以前那个电影海报，你知道，地图海报，对，那种感觉，到了。哎，真的好旧的店的感觉哦。但是我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有事外出，老板娘有事外出，那怎么办？什么？摇摇手机也能抽奖？什么？吃喝玩乐都比价？没错，下载时尚玩家 app， 不管吃的、喝的、玩的，所有好康资讯通通整理给你。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让你走到哪里优惠到哪里，还能随时随地收看节目，随时重温欢笑和感动。现在就赶快下载时尚玩家 app 吧！这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名产，对，因为大家好旧的店的感觉哦。但是我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有事外出，老板娘有事外出，那怎么办？可以买吗？不行，那我们只好在外面看这个饼，对，这边刚好可以看。看得到吗？看一下。看得到啊，有很多松饼。有没有花生鲜贝？看得到，味噌的，看得到。对，还是先去别的地方。结果一来发现臭豆腐要等45分钟，是。然后准备要不要等的时候呢，老板刚好打来说他回来。人生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刚去吃臭豆腐。真的吗？没有，不是吧？好了。到底有事外出啊？啊，这是老板本人吗？快！老板你好。老板，我好奇你刚刚去哪里啊？对啊。逛过，不好意思。哦，你确定你不是吃臭豆腐哈？哦，好。没事。这里一进来就是有一个饼香味。对啊。你们开100年了？对，我爷爷到现在，比例的传承100年了，102年呢。这样子是几代了？第3代。第3代了。哦。有什么是必吃的？对，必吃。我们最招牌的是花生鲜贝，早期从日本老师傅手上就传承下来。它所谓的神贝，大家可能认为是现在的米果，对。但是其实神贝在早期日本式的时候是所谓手工煎饼的一个称呼。哦。就像这种煎饼，硬的那种。哦，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我以为是那种超硬的。跟市面上的煎饼绝对不是一样，而且花生味非常浓郁。这只有用澎湖当地的花生才有这个香气。它的特性就是薄脆香。一个
我可以喝这样，好，真好喝。太好吃了。而且这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名产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刚刚也是买了一些海鲜，或者是会买一些糕啊饼之类的，但没有想到也可以带这个，然后让大家这个很有记忆点，对，这个超级有记忆点。那还有什么推荐？来到澎湖，大家想要吃的就是所谓的菊花饼。哦，有在刚刚招牌上看到，但是不太明白它是。因为早期农渔业时代，它饼干的称呼就是以它的香气或制作的过程来称呼。旅游业者就把这个古早味的饼干，澎湖县县花天人菊做个意象节呢，就产生了菊花饼。它有点显像我们台湾在吃的菜脯饼。对，是咸的，甜的，好吃，非常好吃。再介绍一位。当然好。澎湖的10大伴手礼跟台湾的百大精神。这个用我们在做料理的米手做饼干。不一样的形状。它的形状好酷哦。对，这都很手工的，趁热的时候去把它折制，让它压成形，再赶快切。甜。海口味的那种感觉。还好你回来了，真的。那我们这次没买到怎么办？真的啊，我们刚刚本来想说放弃了，还好你回来了。来喽，来，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家啦。观光客最后一家了，最后一家，就最后一家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玩到水，我们来澎湖都不用玩水哦。你也知道，丰隆总部呢，就秉持的国修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嘛，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做功德圆满了。对，因为之前玩水，我们都玩水没吃海鲜，那我们这次带你吃海鲜就不玩水。不能玩水，那这一家也要让你吃一下，因为它能够在这边开了也将近10年了，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的店家，这样子。是风格的，对，没错。红科大学生出示学生证9折9折哦。因为是科大学生毕业，科大学生是10几年前的我把这一张。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学姐好，怎么会想开这样一个店呢？这个感觉是吃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吃日式冻饭有定时的，想做一个就是澎湖比较少见的口味量，对，绝对好吃。因为老板有推荐一些好吃的，等一下我们再看看是什么东西。来，谢谢。好，慢慢吃。不是因为他一直很不想离开澎湖，所以我们最后一餐就慢慢吃，好，把它这里当家。因为老板娘做这间店，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有那种回家吃饭的感觉，这样。这个薯条吧，我们这个很夸张哎，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巨啊？起司椒盐薯条，这是薯条。对啊，我们前几天不是才说澎湖没有大小，澎湖都没有大小，都比较大，但没想到是薯条也要比较大。真的是一指宽哎。尺寸，等一下啦，这个好特别哦。它是那种真的薯条，那个马铃薯去切成一条一条。外面是那个对，而且外面是那个鸡排的那种粉哎，很香鸡排的那种。而且这个马铃薯弄的是好的品种的马铃薯吧，它没有那种很刷的感觉。对。再来吃什么？条状物的要不要？条状物连发是不是？一起把它吃掉。炸物先吃好。而且其实我听到这个老板娘讲这个故事蛮感动。你看这，她说澎湖要吃到这种大小的虾子，一只可能也要几百块这样，300-400块。而它这个这么大只，对，才100块一只，我觉得很划算。而且帮你剥好壳，你就直接从中间咬下去，放心的咬。还有虾膏哎，对不对？很大只，新鲜，很新蛮新鲜的，而且不沾酱都好吃。这边有一款牛肉面是一个新产品混血的概念。对，而且它虽然老板是卖的是比较日式冻饭的，可是这牛肉面它很推，是因为听说这个面是你们家做的。对，我们的拉面。你们是制面厂？不是，是应该说我们在台湾就是主打在卖拉面的，所以拉面我们做20几年的。这个拉面就是日本的那种卷面的那种，对，那种卷面的，对。你用吃日本拉面的方式在这样，要吗？很少这样
的，我觉得 OK 的。它整个味道其实是，它是那种很红烧家常的那种味道。但是我觉得放在这种日式的拉面上面，不觉得怪哦，不觉得怪哦。我那是梅子鸡排，但是你看这个鸡腿排真的是蛮大的，它上面有那个乌梅子酱，不是啊，它是苏梅酱，苏梅酱。你看它是这样薄薄的这样子皮，然后淋上那个酱，很 juicy。我没想到紫苏梅会有这种神奇的功效。最主要是它不用配生菜，它旁边有附生菜，是让你去解腻，是不用。而且你很贴心，你用的是无骨鸡腿排。对。去骨对啊，去骨鸡腿排。都 OK。很像那个台湾菜会出现的味道，梅子排骨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那种梅子他们自己做的这样。还有我觉得它刚一放上来的时候，我一直闻到那个炸猪排，它是气酥排，那个气像是一直传来，勾引你啊，勾引我。因为我看到这个韩系，还有对，一般的那个炸气酥排，我们想说它可能是在，可是它是外面也有在焗烤一层 cheese， 2层的双层 cheese 的享受，喜欢 cheese 会喜欢。如果他只有卖一个日式冻饭，但是只有猪排饭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没办法每天来，有点无聊。但老板他说他是台中人，可是他来澎湖读书之后，他想要把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只做季节性的，所以就是你看像光猪排这边就好几种，你可以来选，很多变化。比如说你真的就是一个礼拜来个3次，你也不会吃到重复。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很高级的跟很平价的，但唯一不变就是我觉得都是好吃的。赶快再安排下一次，下一次就玩水了。可以玩水了吧？可是就自己想一下啦。我们只能做好一件事情。对。好像吃完还有那种花生酱，我觉得超好吃。再试一下，我觉得超好吃。对，而且这薄薄吃完的那个浓密感很够。不是你，我到现在因为我不大吃甜的，我到现在吃了没有什么吃的，我是吃第3片。这个是手伸出来最多次的人，我刚刚真的是被压到。